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下面我要说的，可能你们听完之后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。是的，生活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 Fair enough， 这世界上本来就只有那一小部分人才能享受世界上最精彩的人生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无可厚非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当然，你在选择享受最精彩的人生，同时也要承受本应有的孤独与坚持。今天不想跑步，所以才去跑，这才是长距离跑者的思维方式。我喜欢一个人跑步，每次跑步最大的感受是世界与你同在。终于该我上场了吧？下面直接上干货，小习惯加小冷门。习惯一旦养成，受益终生。一凡是坐式马桶，入厕时为了防止蹦溅在身上，可以在入厕之前往马桶里平铺一张卫生纸，干净方便，尤其入住宾馆蹲大号的时候屡试不爽。尤其女生不仅可以防止蹦溅，还可以消除蹲小号的声音，避免尴尬。二，每天坚持早起晨便，起床后喝一大杯柠檬水或蜂蜜水，洗漱完按时入厕。每天早上按时入厕，养成规律。这个习惯很小，但一旦养成，受益终身。无论早起有没有感觉，都要按时去入厕蹲大号，时间一长就会自然养成生物钟。这样每天至少可以 calling is one less into worry about 生活大爆炸。三，每天都跑步，最好晚上跑下小雨也去跑步。许多人刚开始跑步就想迅速达到很高的水平，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不过这是不对的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正确的方法，保持体力，慢速开始，循环渐进。虽然这需要一些耐心，但是这是我给你的最好的建议，这是我亲身经历得出的重要教训。刚开始跑步最好选择慢跑，不在于强度，而在于锻炼你的耐力，你能在路上坚持多长时间。开始的时候锻炼时间不要太长，10分钟或者20分钟，这由你跑步的环境决定。记住，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，在整个时间里要舒适的锻炼。如果你能受得了这样的训练，坚持1周或者2周，然后逐渐增加时间，直到30分钟，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，一直跑30分钟，或者逐渐增加跑步的时间，坚持2周。但是在这开始阶段，一定不要过分的增加时间。如果你的确是一个跑步的初学者，不能连续跑10分钟，你应该从步行开始，并制定你的步行和跑步计划。你要逐渐增加你的跑步时间，直到你能持续的跑10分钟，然后从10分钟到12分钟，以此类推。如果你已经能够连续跑30分钟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是一个跑步者了。如果你想把跑步当成一个日常的习惯，建议你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进行锻炼。如果你坚持下来，习惯很容易养成。这似乎和一开始建议的缓慢开始有些矛盾，但是对于一个刚开始跑步的人来说，重要的不是让你的身体变得更为紧张，而在第2天感到酸痛。重要的是能够让你每天坚持锻炼。你可能游泳或者骑自行车，做这些锻炼时，要让你跑步运动的肌肉得以休息。要建议系上你的鞋带，走出门，然后就进行锻炼。其他的不过是小菜一碟。跑步的好处不必多说，跑步是会上瘾的，是最能显著改变你身体素质的首选。体质极差的人如何从头开始恢复身体素质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步，从2公里发晕到跑完5公里无压力。这个过程我用了2个月。一开始多么的缓慢，真的很累。我每次去健身房的时间大约是7点要工作学习然后锻炼要各种等跑步机慢，然后9点才能练完洗完，还没吃的，要走半小时到地铁站，再坐1小时地铁回家，回家后再做吃的睡觉。2件事就是戒烟戒酒。我觉得跑步这件事简直是一切的基础。古希腊，如果你想强壮，跑步吧；如果你想健美，跑步吧；如果你想聪明，跑步吧。无意之间，锻炼的习惯与跑步要我打下了戒烟戒酒的基础。虽然坚持锻炼，但是烟酒不断也不是什么好体质。终于在第3个月的时候，我把烟戒了。在猛抽了几包烟之后，掐灭了我人生最后的一根烟，然后无痛苦的戒掉了，一点念想都没。但是第1步一定是锻炼，第2步破心瘾，好好想清楚吸烟你得到了什么。第3件事，改变作息。当我完成跑步与戒烟这种习惯之后，心肺有了一定恢复，起码我能睡着，不大肆出虚汗了。但是这还远远不够。如果这个不改，
其他一切都是白搭。第4件是冥想，或者安静坐一会。我觉得是白天的自制力不够，不能好好完成事情，才让自己晚上安心睡着。第5件是健身，一段日子后，我觉得这样算是稳定的，起码和正常人差不多生活了，再也没那么虚弱的要死了，也没有肺里的血气，但是离强壮和强大差得远呢。于是有了个新的想法，我要变强壮。手机软件可以用跃动圈比较精确，正常情况下慢跑至少每天5公里，当然因人而异，还有别忘了购买一双合适的跑鞋。4每周至少4到5次健身房，毋庸置疑，它是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坚持的东西。关于健身，分享一下我喜欢的话。每次我走进一座漂亮的房子，见到一脸自豪、满身赘肉的主人时，我都非常惊讶。他们没有搞清楚本末始终，我们真正的家不是房子、城市，甚至国家，而是我们的身体。只要你还在这世上，它就是你的灵魂和精神唯一一刻都不离的栖息之所。它是世上你能照料的有形之物中最重要的武器。健身，另外也不必多说，健身还是可以改变容貌的。电动牙刷真不是我懒，而是电动牙刷真的刷的较手动牙刷干净得多，而且电动牙刷也固定节省时间。6将每天要做的事情分轻缓紧急，每天上午11点之前做完今天最重要或者最难的工作，先啃最难啃的骨头原则。每天养成这一习惯后，你会发现每一天很多事情都慢慢变得轻松有序。7酒能少则少，喝酒真没什么太多好处，任何时刻保持清醒的大脑比什么都重要。喝醉了还是要面对这个惨不忍睹的世界。之前还想过少喝点，但你若是一沾酒，别人就会劝酒不停，索性说喝酒过敏，滴酒不沾，这样朋友之间就不会有人在劝酒。若是工作需要非得陪客户喝酒，那也只能喝了。把每天晚上写日记或工作记录，尽量简明扼要。网页客户端和手机端都会同步，方便至极。9每天饭后15分钟内一定不要坐着或躺着，避免腹部肥肉堆积。饭后百步走活道。10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喝水了，避免眼袋浮肿，增加了肾脏的负担，也或许会尿床。白天多喝点水，一天1个水果，少吃油腻食品，多吃蔬菜。健身人士推荐燕麦片和各种谷类粥、牛奶及牛肉。11每晚睡觉之前进行轻揉腹部，听说对身体很有益哦。网上还有说经常提肛动作对男性很有益处。12养成自律的习惯，因为它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钥匙途径。自律者方可自由，优秀源于彻底的自我管理。13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千万不要熬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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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遍。网上找到的人生最好作息时间表分享如下：7点起床的最佳时刻，打开台灯，告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尽快从睡眠中醒来，调整好生物钟。醒来后需要1杯温开水，水是身体内成千上万化学反应得以进行的必需物质，饮水帮助每一个缺水的细胞都重新活力四射。7点20到8点吃早饭，早饭必须吃，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一上午专注的工作学习需要正常的血糖来维持，因此为自己也为他准备一份丰盛的早餐是必须的。8点到9点避免运动，清晨并不是运动的最佳时间，因为此时免疫系统功能最弱，你可以选择步行上班。9点到10点半安排最困难的工作，学习工作的最佳时间，头脑最清醒，思路最清晰的时间段。千万不要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看电影、逛淘宝。10点半眼睛需要休息一会儿，看看窗外眼睛很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11点吃点水果，上午吃水果是金，水果的营养可以充分的被身体采纳，此时血糖可能会有一些下降，让身体无法专心工作。水果是最佳的加餐食物。12点到12点半午餐别忘了多吃豆类，豆类是很棒的食物，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别光顾着吃肉，多吃些豆类食物。1点到2点午睡一会儿，30分钟的午休会让你精力充沛，更重要的是会更健康。逛淘宝聊天并不能帮你缓解困意，反而会在停止后更加困倦。
最好的休息方式当然还是小睡一会儿。午后是人思维最活跃的时间，非常适合做一些创意性的工作。想一想工作中的创新，即使是微小的改善，日积月累也会有巨大的成就。4点钟来一杯酸奶。酸奶是零负担的健康零食，酸奶可以保持血糖稳定的同时，还能帮助肠道消化。而且有研究发现，喝酸奶对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很不错。4点到7点，身体和大脑都处于一天的巅峰状态，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细致而密集的工作。晚上7点最佳锻炼时间，晚餐后稍作休息。可以开始健身了，你可以选择相对温和的快步走，也可以慢跑或游泳，根据个人需求进行体育锻炼，既可以消耗晚餐热量，也能够轻松瘦身。最关键的不仅是你的运动时间超过40分钟，而且需要长期坚持。晚上8点看电视或看书，工作太辛苦就看会儿电视或书籍杂志，反而会让你更轻松随意。如果希望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，不如看些专业的书籍，这对你的个人积累很重要。晚上10点洗个热水澡，帮助身体降温和清洁，有利于放松和睡眠。10点半上床睡觉，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身体各个系统，是时候该睡觉了。试图颠倒生物钟的作息，会为身体留下抹不掉的痕迹。35岁之后你会明白什么是后果，这就是完美作息了。当然上面这些我相信99%的人做不到，毕竟大家的爸爸都不是比尔盖茨或者马云了。下面紧接前文继续。14走路跑步都要抬头挺胸，加快脚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多么挫败，走路跑步都要昂首挺胸，男人尤其应该如此。15养成中午午休习惯，时间点在12点30到1点30之间，保持精力充沛，可折叠在办公室或公司内使用。16每天空留几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冥想，益处多多。17建议每天至少用牙线清洁牙齿1次，口腔中有些地方是牙刷无法轻易刷到的，请注意不要硬拉牙线，从一颗牙移到另一颗牙时要用牙线的干净部分，请继续使用牙线直到清洁完所有牙齿为止，然后用漱口水或水冲洗。18 The less is more 极简主义，通过砍掉生活中一些东西来减少这些明显弊大于利的事情，从而改善你的生活。不要在一些琐事上浪费时间，在一些琐事上努力把选择变少。奥巴马不是穿蓝的就是灰色的西装。有一期 Vanity Fair 杂志上，麦克路易斯采访了这位美国总统，总统解释了他这样做的逻辑。你们会看到我只穿灰色或蓝色的西装，我努力把选择变少，我不想在吃什么或穿什么上面做决定，因为我需要做太多其他的决定。奥巴马还说，有研究证明仅仅是做决定这个行为就影响一个人做其他决定的能力。19要养成有吸引力的习惯，吸引力习惯包括有基本皮肤护理，对改善你的外表绝对是必须的。一用温和的洗面奶，最好用 2% 浓度的水杨酸，帮助你防止青春痘。一周2到3次去角质，去除皮肤粘液和让死细胞脱落。2更换床上用品，首先就要从肮脏的枕头开始，每星期更换1次，你床上用品将较少于皮肤的接触堵塞毛孔的污垢。3洗澡后刮胡子。4周期更换床单。20任何事情凡事一定要拼尽全力，尽量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推荐一下喜欢的国内男明星钟汉良，真正开始了解他性格特点是看他真人秀，急速前进节目，做事很拼，有毅力，不墨迹。21很多时候沉默是金，宁愿保持沉默，让人看起来像个傻子，也不要一开口就证明确实是个傻子。尤其当别人劫难你的时候，如果想不到其他可以幽默漂亮的反击的话语时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。沉默中至少不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底牌。22说了这么多，我先写到这吧。很多人都会说，就算懂得这么多道理，也还是没有过好这一生。其实真不想再多说什么，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好羡慕的。这句话大家不要理解错了，我想说的是，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人，他们真的舍弃了很多你用来享受安逸的时间。Fair enough，
这世界上本来就只有那一小部分人才能享受世界上最精彩的人生。当然，你在选择享受最精彩的人生同时，也要承受本应有的孤独与坚持。人生赢家本来就是孤独的。在我看来，自律是一个人摆脱痛苦的唯一根源。优秀源于彻底的自我管理，彻底的自律，彻底的自我管理，严格的作息锻炼习惯，参考22条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体会到最美味的花蕾，最精彩的人生巅峰。后来你会慢慢发现，所有我刚才说的，一开始会是自律的表现，而到后来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潜意识的习惯。到那时，你就可以有勇气说，我站在世界之巅。欢迎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收看更多精彩节目。我们下次再见。